大家好，我老牛啊。以上这3款就万代所推出的3款 SHF 普通赛罗，它们的定位其实是高度重叠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伙看一下这3款究竟谁的性价比最高，谁做的最好，谁才是含金量最高的普赛吧。首先这3款的主体方面我有点恍惚啊，你们仨谁是谁啊？在我不提醒的情况下，各位是否能很好的认出来这3个分别是哪款赛罗呢？最左边是2019年发售的出版赛罗，中间的呢是前一阵子才发售的新生代版本赛罗，右边的呢就是2023年发售的修行甲赛罗了。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出版和新生代版本吧。为什么先对比他们两个呢？因为他们两个是属于一个完完全全的同模换色啊。首先拉近可以看到这个出版的漆面是没有这个新生代版本来的要细腻一些的。然后眼睛方面的话，可以看到出版是比较偏向于这种橙色的，新生代版本颜色偏浅，甚至会有些偏绿色。然后还有头灯方面的话，出版不知道是氧化还是出厂设置的原因，可以看到已经黑的没有一点颜色了。新生代版本的发色是这种浅绿色，而且还会偏暗一些。然后整个胸部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出版的胸灯已经氧化的感觉比农夫山泉还要纯了，真的是一点颜色都没有了。然后这两者的发色的话，也可以看到是这个新生代版本要更深一些，这个就和氧化没关系了，当时出厂设置就是这样的。出版老生常谈的这个色差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可以看到，像比如说胳膊的蓝色就很明显是在一个红色的承袭件上涂装的蓝色，这与身体的蓝色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色差。然后还有这个非常点中点的出版的这个整个胯部没有上涂装的原因，所以说这个红色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色差，看起来是油亮油亮的。以及说钩子这里会有个偷色的情况，这块想必大伙都知道。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这个新生代版本都是有做出修复的，这点来说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像是腿部这边的话，这个新生代版本就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消光喷的非常不均匀，可以看到会有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颗粒感。然后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新生代版本和修行甲版本吧，这俩第一眼望过去有没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各位，因为他们俩配色是比较接近的，第一眼还真是很难分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修行甲的头雕是新规的，与这个新生代版本是不一样的，也确实是这个修行甲的头雕要看起来更顺眼一些，包括这个额头的头灯也是修行甲要做的更亮一些。但说实话，这俩的头雕也并没有相差特别大，我平时把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分不清哪个是哪个的情况的。另外这款修行甲是升级了素体，所以说这俩头雕并不能相互通用，以及说里面所附属的修行甲并不能搭配前2款赛罗进行使用。还有就是修行甲赛罗它不能使用帕拉吉之盾。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胸到肩膀之间的断层，这个修行甲赛罗是非常小的。新生代版本包括出版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断层，这点来说还是非常影响观感的。不过这个修行甲版本也并不是尽善尽美的，像是这个胸部的甲胄到肩膀的甲胄，可以看到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色差的，很明显这个肩膀的银色会更亮一些。这款它的胸甲会采用一个非常软的软胶的材质，但是这个新的材质它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会把下面的漆面给粘连下来，也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熔漆。让我有了一种 ACT 的核心技术在 SHF 上得到重现的感觉。除了熔漆的通病以外呢，这个胸甲还会出现一个缩胶的毛病，可以看到下面露出了2个装位，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这个胸甲把下面完全的覆盖住，这个也是这款的一个通病，要么是万代品控比较差的问题，要么就是万代完全把握不来这个软胶的材料。那么综上所述，我认为这款修行甲赛罗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个胸甲上面了，剩下的地方的话，这2款其实就大差不差了，包括钩子这边修行甲也是没有偷色的。然后我们看到可动性，这个出版的可动性的话，其实感觉还是不太够用的，特别是老生常谈的腰部以及腿部的可动啊，这2处非常关键的可动性做的比较一般。这个腿部比较恶心的一点就是把玩起来容易有压痕或者说蹭漆，我手上的赛罗都是有这样的问题的。修行甲赛罗相较于另外2款来说，可动性的提升我认为也就只有个头部了，剩下的地方我把玩下来感觉还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这边看到配件，首先是手型方面，出版的手型总共是4对加上3个单独的造型手，出版有附属头标以及可替换用的头雕，以及说还有附属这么一个赛罗双重剑，以及这么一个还原赛罗双生射线的胸部替换件。虽然说这个零件上面的胸灯依然是氧化的没有颜色了，但是以上的这些玩法对赛罗这个角色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这么重要的玩法，修行甲赛它不附属 OK， 它有自己的玩法。新生代版本连个头标都不给吗？而且连沃尔茨头标的手型都阉割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想要玩赛罗头标的全部玩法，你现在还是只能收出版的赛罗，这也是我觉得这款赛罗本体做的这么稀烂，价格还这么高的原因之一。新生代赛罗有附属这么一个没什么含金量的极速射线，因为这个极速射线就是从他爹赛文那里同模换色来的，只有根部的手型是新规的。另外一个配件就是从出版赛罗那儿同模换色来的手镯替换件。修行甲赛罗因为还原的是09赛就没有这个配件了，不过修行甲赛罗它的上半身是可以替换为修行甲状态的，盔甲上面的金属涂装质感上真的是没话说。眼睛部分在有光照的情况下的话，里面会有反光的效果，但是说实话，我对它身上这些橙色的管道表现不太满意，因为剧中的这个管道应该是有这个能量涌动的这么一个效果的。SHF 这边就是简单的上了一个涂装，感觉还是有点
点草率的，不过依然是瑕不掩瑜。这个修行甲的玩法绝对是做得非常好的了。然后这个修行甲赛罗里面还有附属这么一个皮古蒙的配件，造型做的是非常不错的。虽然说大小感觉和剧中有点对不上，但这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玩的配件了。OK， 那么这3款赛罗的话，我个人是非常建议各位买一个这个新生代版本赛罗的。主体表现我认为是可以了，主要就是配件方面会拉点小胯，但是它是最便宜的一款赛罗了。修行甲赛罗现在涨得比较高，性价比方面我认为就比较一般了。出版现在比新生代版本要贵1张，我认为是没有什么性价比的。它是在主体比较拉胯的情况下，配件比较多一些。如果不是特别想玩头雕之类的配件的话，我觉得就没必要考虑它了。OK， 那么觉得视频做的还不错的话，就请多多点赞、投币、收藏。我老牛，咱们下期视频再见。